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新的一集《新鮮人求生記》。在上一集求生記，大家陪着我一起 walk in 找打工。結論是我在當天晚上就收到錄取通知，隔天清晨興高采烈的上工。但是，我們一起看下去吧。大家早安，現在是不是看起來像晚上呢？大概早上5點多就起床，然後現在是6點15分的左右的时間。因為呢，我昨天收到了其中一間咖啡廳的簡訊，叫我今天6點半要到這間咖啡廳報到。好，現在人已經在咖啡廳了。從早上6點到7點進行1個小時的 training 之後，我就正式上工啦。這間咖啡廳不只賣咖啡，它也賣了甜食和鹹食。我除了要記 formula 之外呢，還要知道每一個甜食、鹹食的名稱以及它的處理方式。其實1個小時的 training 是非常不夠的。太累了吧！漫長的一天總算結束啦。我今天6點半就到了，然後大概快1點半才休息。我今天大概做了7個小時左右，然後他就跟我說，我現在開始可以休息半小時。但我就覺得有點怪怪的，因為我查了一下安省目前的工作規定是，做5個小時就要休息至少30分鐘的時間，然後吃午餐這樣子。但是我今天是做了7個小时才休息，所以我剛剛就去問了老闆說，我今天還有多久？我每隔多久會有一個休息時間？我覺得這一間店，他們可能因為剛開張的關係，所以老闆對於錄取員工，然後時數還有時薪都還有很多的問題。所以我剛剛問了老闆之後呢，我跟他說，我今天已經做了7個小時了，然後今天是 training 的 session， 那我是不是應該明天再來呢？然後他就覺得，哦對耶，好像給我做太久了，他就放我走了。原來這就是為五斗米折腰的感覺嗎？Coordinated with the digital contents and Hello， 大家午安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前陣子不是跟着大家一起去 walk in 找打工嗎？第2天呢，我就直接上工了。但我後來沒有選擇去那間咖啡廳打工的原因是，他們的制度非常的不齊全，然後包括我第1天上工的時候，他的 training 沒有做得非常的完善。我後來有跟他溝通了一下，我可能需要高一點的薪資，我才會再繼續在那邊工作。那後來溝通沒有結果，我就想說，那我就繼續找，不管是 full time 是 part time， 就繼續找下去。原本想說在下雪之前趕快找到一份工作，但是天算不如人算，London 最近就是突然暴雪，你們看這幾天下的雪量有多驚人。基本上最近就是繼續在家找工作投履歷。我要去一間藝廊面試，前幾天很幸運的收到manager 寄信給我說，他想要跟我1對1的實體面試，所以我現在正要走過去，有一點緊張，因為這是我來加拿大之後的算是第1個正式的實體1對1的面試。不管結果怎麼樣，但就當做一個很珍貴的機會。大家，我面試完了，原本表定是半小時內就會完成面試，我們剛剛面試了大概快1個小時的時間。雖然我剛剛在面試前跟大家說，就當成一個很棒的練習機會。我覺得我自己呢，在這一場面試的表現，比我想象中還要更緊張一點。可能真的是因為第1次實體面試的關係，所以有很多就是肢體語言啊，還有眼神接觸。我為了想要顧好，我跟他對到眼的時候，我就會忘詞。我在來之前呢，準備了一些講稿，還有一些 PowerPoint。就即使我做了非常多的準備，但實際上場的時候呢，可能會因為各種因素，或是因為心理因素，因為太緊張，所以就沒有辦法表現得像練習的時候那麼好。但總之呢，我人生中第1場實體面試就在今天完成了，所以還是要鼓勵一下自己。我今天回家呢，就不要安排其他事情了，我要喝奶茶。
到家了，然後泡了一杯熱奶茶。我剛剛講得太匆忙了，既然這是很寶貴的第一次實體面試的經驗，我想要補充一下剛剛在面試的時候我被問到哪些問題。因為我有自己準備一些 slides， 就可以方便我自我介紹，然後講我過去的經驗。那我講完這些呢，他有問我一些問題。第一個問題是，之前如果沒有來過這個藝廊的話，你會怎麼去定義我們在做的事情？然後你會怎麼去定義這個空間？再來就是除了一些硬實力之外，你還具備哪些軟實力？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handle 不同的任務？他們現在開發了可能已經有3-4個 workshop， 還有一些表演之類的。他未來想要再開發一個新的領域 ，marketing 的角度來說的話，要怎麼樣拓展潛在的受眾群？因为我有介紹就是我以前實習的工作內容，然後他的問題就是要舉一個你最有成就感的東西。針對我的回答呢，他要再延伸，再問了下一個問題是：如果是以你當時做這個 project 的主管的角度來看，我要怎麼樣去推薦 Venus 是一個很好用的人？我要怎麼推薦 Venus 的特質？它可以為我們公司、為我們這個單位帶來什麼樣的好處？這個也是我原本沒有預料到的問題。整體而言呢，真的是要很有自信的把你認為你的特質是什麼講出來。然後還有一個問題是，如果是以那個 supervisor 的角度，會給 Venus 什麼樣的建議？他還可以再多一些什麼樣的技能會比較好？我剛剛的回答我想了很久，就說如果我可以更有自信的話會更好，就是有自信的可以和人溝通，或者是更有自信的可以自己 handle 各種複雜的事情。好，這大概是今天被問到的問題，然後這樣子講一講呢，大概就花了快1個小時的時間。OK， 我要繼續喝我的奶茶，大家拜拜。Hello， 大家早安。這裡長了一顆很大的痘痘。我前幾天在走路的時候，發現一間我們家附近開了一間咖啡廳，但還沒開，他們還在裝潢當中。再來就是我某天晚上睡前滑手機的時候，突然在 Instagram 看到另外一間也是我家附近的咖啡廳，然後他們也才剛開幕。我就稍微跟 ChatGPT 討論了一下我現在的就是背景啊，我的技能，我的有興趣的方向，我就自己創了一個 full time 的職缺。這個職缺呢，它可以結合我的所有技能，就不是只有 barista 的技能，還有我以前的所學，直接 email 給這2間即將要開幕的店。這幾天就陸陸續續收到了他們2間老闆的 email 回信，所以我今天要去其中一間店面試。今天吃的早餐是我前幾天做的抹茶巴斯克，超讚。今天我久違手沖了咖啡，是我在過境美國的時候買的藍瓶咖啡，然後朋友推薦這個品項是它有 blueberry 還有藍莓的果香味，還蠻重的。走去面試的路上，面試我直接先錄取，如果願意出來的，不畏風雪，勇敢邁出家門，這個是真的是非常值得敬佩啊！面試完啦，店內現在還在裝潢當中，所以我們剛剛就是在木頭啊，在工地裡面面試。老闆是一對夫妻。他們人還蠻友善的，就是非常的熱情。剛剛的面試整體來說，就是比較像是閒聊式的，大概想要了解我這個人，然後了解我想要找的是什麼樣的職缺，我想要找的工作大概是怎麼樣子。我有準備一些問題問他們，包括說他們期待的自己的店的氛圍是什麼樣的氛圍。然後現在走路來附近的 Shoppers， 繼續來更新一下，就是面試了大概半個小時左右。然後因為有前一次實體面試的經驗，所以我覺得今天比較沒有那麼抖，今天比較沒有那麼緊張。包括他有問到我的優勢劣勢，期待在這個工作獲得什麼樣的成果之類的，期待學習到什麼，期待帶給這個地方什麼樣的收穫，這個都是我準備到的。
對，大概是這樣。然後為什麼會來 Shoppers 呢？因為最近發現 Shoppers 有時候賣的雞蛋呢，會比超市買的雞蛋還要便宜，而且他們雞蛋的狀況也還不錯，就不是那種快壞掉或者是裡面有碎掉的雞蛋。我上次來這邊買一盒特價有到3塊錢左右，所以我覺得還不錯。今天的單價3.49塊，然後有12顆。